小树蛙和狐狸猫一起来到大卖场购买日常用品。他们拿着购物清单，沿着卖场走到挑选。走到电池货架前时，小树蛙却愣住了。小树蛙心想：哇，这么多种电池，我怎么知道要买哪一种的3号电池？此时，狐狸猫推着购物车过来了，就问他：小树蛙，你怎么看起来很烦恼？小树蛙说：买电池好麻烦，怎么有这么多种？狐狸猫笑着说：那是因为从西元1799年发明出伏打电池之后，随着科技进步，电池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不仅可以为手机、手表、电脑、游戏手把供电，甚至连汽车、飞机等也都会用到电池。生活中常见的电池，依照重复使用的特性，分为只能用一次，用完就丢，不能充电的一次电池，例如干电池，以及可重复充电、循环使用的2次电池，也就是充电电池。干电池是西元1865年由法国化学家勒克朗舍发明的，他将伏打电池中的电解质水溶液以糊状的电解质取代，而现代的干电池就是以此为基础再做改良，譬如碳锌电池和碱性电池。通常听到的干电池指的是碳锌电池，结构上是以锌的桶状外壳作为负极，中间的碳棒作为正极导出电流，并由2氧化锰接收电子进行化学反应，而正极与负极之间则填充糊状的氯化铵电解质。碳锌电池平均电压约为 1.5 伏特，在放电后电压会逐渐降低，较不稳定，比较适合耗电量小的电器，像是遥控器或时钟。狐狸猫请小树蛙想一下，干电池分为碳锌电池和碱性电池，外观看起来差不多，为什么要分不同的名称呢？小树蛙犹豫地说：是因为碱性。没错，虽然它们的外观相似，不过碱性电池是由金属帽连接金属外壳，作为正极导出电流，以2氧化锰接收电子，锌粉放出电子，而镀镍合金棒作为负极导入电流。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，碱性电池的电解液是使用碱性的氢氧化钾，电压大约为 1.5 伏特。不过碱性电池的电压比较稳定，放电时间比较长，在许多用途上已经逐渐取代碳锌电池。现在小树蛙，你可以说出它们的不同吗？荧幕前的你也来帮忙小树蛙说说看吧。了解2种干电池差异的小树蛙点了点头，又问了：充电电池除了可以重复充电，又有什么不同？狐狸猫说：我们来仔细看看。镍氢电池为可重复充电使用的电池，能够输出较大的电流，适合用在耗电高的电器，例如数位相机、遥控车，而且比起长期不使用，可能会漏出有害液体，损害电器的干电池，镍氢电池相对来说比较安全，所以现在市面上有些行动电源，里面装的电池就是镍氢电池。另外，生活中最常接触到的锂电池也分为2种，通常用于手表、计算机等小型电器时，属于一次电池，无法重复充电使用。而广泛应用于手机、平板、数位相机等耗电量大电器的锂电池，则是属于2次电池，可以重复充电。可重复充电的锂电池，它的优点在于使用寿命长、电容量大、输出功率高，只要避免过度放电或过度充电，就可以延长电池寿命。如果不当使用锂电池，
可能会发生燃烧或爆炸，因此使用锂电池时要注意不要摔，不要重击，更不要过热。小树蛙好奇地问狐狸猫：“那汽车用哪种电池呢？该不会是在车上装超多锂电池吧？”狐狸猫带着小树蛙走到汽车用品区。狐狸猫说：“汽车使用的是可重复充电的铅蓄电池，通常放在引擎附近。机车用的也是这种电池。铅蓄电池是在硫酸电解液中浸泡铅板和二氧化铅板，并运用其化学反应特性来制成。内部每一组电池提供2伏特电压，而汽机车大多使用12伏特铅蓄电池，就需要串联6组电池。当电池放电时，正负极的铅会经过化学反应变成硫酸铅和水，而在充电时，铅蓄电池只能连接直流电，正极接正极，负极接负极。此时电池内部会产生与放电时方向相反的反应，正极恢复为铅，负极恢复为二氧化铅。听到这里，小树蛙不禁感叹，原来小小一颗电池里面还有这么多区别。狐狸猫，回家后你再和我一起把这些电池整理成图表吧。狐狸猫拍胸说：“没问题，我们先继续买东西吧。”狐狸猫和小树蛙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重点整理。一次电池通常称为干电池，只能用一次，不能重复充电使用。例如碳锌电池与碱性电池，两者电池的电压大约 1.5 伏特左右，最大的差别在于碱性电池的电解液是碱性的氢氧化钾。二次电池为可重复充电使用的充电电池，常见的有镍氢电池、锂电池以及铅蓄电池。镍氢电池和锂电池常用于耗电量高的电器，长时间使用下，镍氢电池会比干电池安全，不过需注意锂电池怕摔、怕重击，更怕热。而铅蓄电池通常作为汽车与机车的车用电池，其中一组含正负极的电池电压为2伏特，且放电与充电的反应方向相反。最后，和狐狸猫与小树蛙一起从生活中找答案吧。你观察过生活周遭的电器使用哪种电池吗？这些电池的大小、形状有什么不同吗？欢迎和同学、老师分享你的答案哦。